你是否也想过要培养一个英文脑，或者是听过你的老师说过，你必须生个英文脑出来。好，英文脑好像一个魔法开关，好，你只要打开之后呢，你就能够绕过中文的翻译，直接用英文去思考。来告诉你，其实用英文思考这件事情还真的做得到。不过当然，你必须花时间跟努力，慢慢培养出一个英文脑。那如果你也想要把你内心那个自言自语用中文思考的心声换成用英文思考的话，好，可以使用我接下来要分享的2个技巧，帮助你一步一步慢慢把英文脑给养出来。那如果你也喜欢我分享的英文学习知识，请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想看到我讲什么样的内容。好， Then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jump right into it。回到正题，在想要培养英文脑的人群当中，我其实常常发现2种人，他们有2种不同的目标。第一种人的话，他们是想要达到英文的精准度以及自然度，他们想要理解英文母语者的思维模式，他们怎么看事情，以及他们怎么样表达他们的想法，借此呢提升他们的翻译能力，能够更清楚自然的把中文的想法翻译成自然道地的英文。那么其实还有第2种人，他们的目标呢其实是想要达到自动化以及直觉化，他们已经很擅长把中文思想翻成非常自然道地的英文表达，但是他们最后发现，在脑中中文翻成英文还是太慢了。他们每次造句呢都必须要去想，什么是正确的英文的文法结构，在这边要用哪一个合适的单字呢？以及这些单字摆在句子中怎么样流畅自然的连音念出来。太多的细节了，导致他们脑中的这些思想严重拖慢他们的口说速度，所以呢，他们就想要达到自动化以及直觉化。那我们今天会先来聊第2种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英文口说自动化、直觉化。如果你已经很擅长翻译出自然道地的英文了，只不过你还是想要加速，那你可以试试看我接下来的2个方法、2个技巧，它会帮助你加速中文翻成英文的过程，甚至到最后可以练到直接跳过中文思考，用英文思考，然后呢用英文输出。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的这一张图片好了。OK， 那么这一张图片的话，你会看到这是我做的许多人学母语的一个简单的知识连接图。说到桌子这个中文单字，你会先想到什么呢？最左边是桌子这个单字的原始非语言概念，有没有？它的形状、颜色、材质、大小。那往右边的话是这个单字的发音，再来是文字，最后是这个单字的文法。你认同吗？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学母语通常应该是先学发音吧，然后后面才开始学认字，最后学词组搭配，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张图片，这也是我做的，我想象中许多人学外语的情况。那你这边会发现，刚开始学初级、中级英文的时候，很适合学生透过中文去学习英文，并且呢还可以搭配大量的阅读来累积单字量。OK， 但是呢，我之前上课发现一位学生，他念课文的时候把 P-E-A-C-E 这个单字念成 peace， 但是我问他名词和平要怎么讲，他却能说出 peace。那这其实是很多初级或中级学生会有的学习现象，也就是过度依赖中文去学习，同一个单字的发音跟文字资讯呢，却没有互相连接起来。但是如果你的英文达到了中级或中高级的程度，你想要再更加快口说跟思考的速度，我们就来看一下第3张图片。好，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也就是截弯取直，慢慢一步一步减少对中文的依赖，然后呢，把一个单字的英文发音、文字以及其他的文法资讯都连接在一起，甚至是最后呢，直接把英文的发音跟它的非语言概念直接连在一起，直接跳过中文。好，那么这就是英文脑的一个简化的基础概念。那么接下来我教你的2招，就能够让你轻松培养英文脑。
那么第一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用英文情境来学英文。既然我们不想要过度依赖中文来学英文，那我们就必须用简单英文来学困难的英文。那我这边想要介绍一个很多教外语网红都推荐的 comprehensible input， 也就是可理解性输入，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所提出的。它的核心概念是 I+1， 也就是呢要用你现在的语言程度 I， 再更困难一点点的内容 +1 来学习。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的脑袋喜欢听故事，喜欢理解情境，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太过度纠结文法还有规则，而是尝试理解情境，理解这个讯息，那你就会在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把文法跟规则给学起来。那么要做到 comprehensible input， 我最常用的工具其实是 Google Image。OK， 我学到一个新单字的时候，会先去查它的图片，而不是中文的翻译。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把它的图片视觉记忆呢，跟我的这个单字直接连接起来。那如果我发现它是一个抽象的英文单字的话，我会使用英英字典，透过简单英文来解释复杂的英文。那么同时，我还会把这个单字或者是片语，它的近义词、反义词都列出来，然后跟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做结合，造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例句。这边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一个例子，叫做 take a breather。它的近义片语呢，像是有 take a break 或者是 take a rest， 有没有？那甚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片语，像是 catch my breath 或者是 get some fresh air， 好，这些也都是蛮类似的一个表达嘛。我会把它们写在一起，同时呢，我会自己造一个跟我有关的例句，并且呢，我会自己演个戏，把它的情境给加入进去。所以像是I have been studying French for an hour. I just need to take a breather or I will die. 那我们接下来来学习第二招，第二个技巧，也就是把英文句子的半成品都先给准备好，培养你的肌肉记忆，能够在口说的时候直接把它丢出来用。OK， 那说到这个自动化以及直觉化的练习的话，我们必须要来聊这个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这个概念。好，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好，这一个概念呢是由 Miller、Gallanter 以及 Pribram 提出的概念。这张简易图的话，你会看到左边的黄色区域是我们的暂存记忆区，右边的绿色区域的话是我们的长期记忆区。你会发现我们脑袋中思考的工作台，也就是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所以我们所有的思考、想法、脑中的自言自语都是在这个 working memory 工作记忆中发生的。那么你在刻意学习得到的课本知识、理论概念，都会存放在陈述性长期记忆中，也就是右手边的上面。其中当然包括英文文法、单字发音规则这些。而你透过实际操作学会的肌肉记忆技能，就是存放在下面程序性长期记忆中。像是你学会骑脚踏车，或者是你去 cafe 点餐的时候说 Can I please have a medium ice latte to go? Thanks， 你就会得到一杯外带中杯冰拿铁的实际英文对话经验。OK， 那么回到主题，工作记忆嘛，每个人的工作台空间都是有限的。如果你在英文口说的时候，要把所有的文法结构、单字发音、语调高低，各个大大小小的英文造句规则，都一个个摆到工具台上面组装，你一定会手忙脚乱，乱中出错。OK， 所以你必须要学速食餐厅，有没有？平时呢，就先把英文句子的半成品这些短句给准备好，放到程序性长期记忆中预备。口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组装。举例来说，这个句子，我认为这么做不太好，所以英文会翻译成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do this, right？ 与其你在口说的当下才在想说，我认为 I think 这么做 doing this 不太好 not a good idea。 那好像用 it 虚主词再加上 to be 真主词的句型，It's not a good idea to do this。
啊，可是否定呢要放到 I think 的句型中，不能放在 that 的子句里面，所以变成 I don't think。最后得出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do this。好，这么多的手续，这么多的工序，好，你可以直接呢把半成品准备好，也就是所谓的 I think 跟 I don't think 两个选项，以及另外一个句型 It's a good idea to do this, it's a good idea to do that。并且呢，在练习半成品的时候呢，让你的嘴巴肌肉练习发音，练习连音。所以呢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it's a good idea, it's a good idea to do this, to do this, to do this， 让你的嘴巴肌肉把它念熟，并且在口说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半成品拿出来套用到合适的情境上。以上就是我2个英文的自动化、直觉化的技巧方法了。OK， 第一个呢是用英文情境来学英文，第二个呢就是先准备好英文句子的半成品，口说的时候可以直接套用。OK， 那么欢迎你试用看看，然后跟我分享你的经验。OK， 那我们下一次呢应该会聊第一个目标，也就是如何更好的把中文翻译成英文。OK， 能够翻出道地自然的英文。OK。And I think this is the end of the video, and I hope to see you next one. Please like, comment,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Yeah, and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one. Bye, everyone.